2月16日星期日，最近元气森林是出校战的新宣传图了。这一套真的和2020年生日那套很像，只不过现在身体更有肌肉了。我还记得2020年的生日写真刚出来时候，校战是寸头短发造型第一次曝光，一整个惊艳到我了。因为在这之前的发型给人的形象都是软软糯糯的，这个寸头短发造型超有侵略性。后来才知道是拍王牌部队剪的头发，故意也硬挺的造型超帅的。今天我闲来无事在微博刷到了校战参加网络视听盛典的那场彩排视频，是怎么做到又可爱又帅气的啊？还在小红书刷到射雕拍摄花絮，这次徐克还请了跑酷团队参与部分剧情，都不需要吊威亚，他的调度水平好强啊！必须说攻打花剌子模城，徐克是真的用心拍了，但也不用遗憾哈，十全十美的就不叫人生，遗憾就是人生常态。我们作为观众知道射雕主创付出什么就可以了。徐克70岁了，你论遗憾谁论得过他吗？但也庆幸徐克拍了足够多的素材，剧情还能串起来上映，我们还能看到，不然就和某些已定档都能撤档，或播出一半就撤档的永远播不出。之前在采访里，窦文涛说西方的工业特效重视实感，而中国的喜欢临虚而行的时候，徐克就纠正，不是临虚，他所要的轻功和现在跑酷是蛮相似的，符合科学的飞檐走壁。没想到真拍了，我说怎么有种熟悉的感觉，这真的很跑酷，这段运镜真的把我看爽了，这才叫电影啊！电影就是光影的艺术，就是用镜头、画面、剪辑去玩一个个魔术，把你脑子里想到的画面实现出来，一个个分镜怎么切，一个长镜头怎么拍，看的就是这些。今天拉夫劳伦发了情人节广告的花絮，私底下的校战真的一看就是爱人，这个笑容感觉是被夸了又害羞了，但是好治愈好好看，开拍后又是另一种气质了，魅力全开，气场十足，蛊惑人心。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校战帅了这么多年也没人说他油腻的原因，因为他私底下并没有摆出一副我是帅哥的模样，没有恃帅而骄，自然一直很清新。最后是关于网传校战主演刘医生返乡记这个词条上了微博烫搜，有网传疑似校战将主演医疗剧刘医生返乡记，据悉该剧由飞刀改编。营销号问你期待校战出演新剧刘医生返乡记吗？刷到网友锐评，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有的人被各种饼辟谣，校战却被各种饼追，饼多的烦恼哟。校战接了就是好饼，不接的话饼还不够香，仅此而已。吃瓜不信瓜，网传的饼仅限于网传，也仅此而已。医疗题材剧是不是敏感题材？这个话题不需要深入探讨，因为与你无关，与他无关，本来就是饼，谁都可以吃，但也就是吃一下就完了，然后迎接下一个饼。不要把一个无关紧要的饼，谁都可以吃的饼固定在自己身上。吃瓜不信瓜，快乐你我他。每次校战休息那么2-3个月就开始饼满天飞，各种妖魔鬼怪也趁机出动，对这个饼不满意，对那个饼不满意，每年都要来这么1-2次，我都看腻了。但就怕有些人没意识到这是固定节目，所以还是要说一说校战要接什么剧，要通往哪个赛道，未来要如何发展下去。他比你们更专业，也知道的更多，并且背后也有专业的团队支持和运作，而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作为观众和影迷支持就可以了。网络上黑子带节奏叫去演古偶、演偶像剧，不要浪费颜值等洗脑包言论可以无视，毕竟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有能力的人自然是要跟更好的团队、导演合作，迎接更好的资源。既然有更好的发展路线，干嘛要原地踏步、停滞不前？有更多的可能和选择，就大胆往前走，而不是固定在某一个角落里坐井观天。好的资源，其他人没有是不想要吗？演正剧可以拿奖，可以扩宽观众盘，破圈层，不再局限于一娱，是不想要吗？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个阶段该做的事，要向上攀登，而不是向下。对此，校战家的对接大粉以仅粉丝可见的贴文表示，关于网传饼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在饼这个层面，我一直坚信他选了就是在当下最好的。演员生涯很长，
现在的影视环境，多拍就多一张牌，多进组就好的。当然，就算休息，我也完全支持，他怎么做也都是最好的。但我想说的不是这个，我想说的就是粉圈现在的状况，本来正是需要大家互相打气的时候，因为一个瓜对他拳打脚踢，然后又粉圈内部拳打脚踢，真的很难过。这个春节遭受最多攻击的人是谁？大家都知道，大多数粉丝心疼都来不及，连一点点缓冲时间都不给，就被一个突如其来的瓜搞成这样，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能沉默，沉默来沉默去又睡不着，很多事情都不敢带入他本人，一带入就受不了。有人对他说，你这不能演那不能演，有人对他说，你的电影一定要爆，电视剧一定要爆，不管是有心还是无心。事实上就是只有他一个人被架在火上烤，恳求这个世界对这么努力这么善良的人好一点，踩了他本人的，在我这里真的道不同不相为谋，没有话好说了。但是我们其他人在这个时候，我也不建议再互相攻击内涵了。说实话，这个阶段反而只起到拱火的作用，别人多一份苛刻，那我就多一份包容。虽然说到这里又很心酸了，我仔细想想，他也没有需要我包容的时刻。有网友因此分析，所有的闹腾本质就是影视寒冬，热钱太少，能开的项目凤毛麟角，无人看见的角落有太多人在抠脚。此时有能力接触到头部的项目，至少也是上过会，有投资，能开得起来的，这无疑会被其他同行视为顶尖资源，必然下手抢。又知道光凭自己肯定抢不过，煽动粉丝就成了手段之一。之前《藏海传》就被人这样下手过，以后每一个烧具品箱能够接触到我们宝的资源，大概率也都会被这样下手。粉丝所知过于有限，不提帮得上什么忙，能不被信息差误导添乱就很好。一句话省流，这事儿的核心根本不是我们能不能接，而是有多少人想从你这里抢过去接，不然哪来这番热闹？更有网友爆料说，之前就有一堆人跟在校战后面捡校战不要的本子，现在不过是饿狼更多，野心更大，下手更贱罢了，倒也不稀奇。至于校战接啥，我还是那句话，他接啥都可以，自己开心最重要。其他网友则是表示了看法，怕一些人不识字看不懂中心思想，我写在前面，对于所有兵我都抱着不讨不睬的态度 ，just 针对现象发出感慨，看不懂人话的少他妈来骚扰我。每次播完一部存货，在耐心等待进下一个组的这个过程中，我都认为是在反复洗粉的一个过程。这个流程来过多少遍了，每次播剧前播剧后进组前，都会来一场这种熟悉的闹剧。我来先预设一下未来又会发生的几种情况，倘若接了播出不理想，活该，让你们当初接的时候不听我们的意见；倘若没接播出不理想，都说了听我们的没错的，看看市场吧。倘若没接播出理想，要么装死，而那么听粉丝话干嘛？你不能坚定自己的选择吗？我本以为粉圈在跟过射雕档期全程后都会有个认知，从他开始跳出圈子，开始不停地尝试各种题材，不局限自己尽情发挥演员可能性的时候，粉圈的影响力也会逐渐随着他进军不同圈子扩大而变弱。而这个过程注定有些人会掉队，会跟不上。射雕没达到预期，我们每个人心知肚明原因出在哪，然而却在结束后批评捣乱也就算了，竟然依旧有真粉跟着走的，不去抵触，真正围剿的却在那里责怪本人的。每次看到都觉得好好笑，原来再次是我高估了。流量末代，虚假金融通货时代，没有一个人讨得到好，不然为何那么多资本拼了命也要花钱水那么多次顶出来？看看外面的世界吧，多少人抠脚，多少项目搁置开不起来，又有多少人是真能进组的？希望背带节奏上有一丝清醒的人，能结合大环境好好的想一想，以及放低期待才能收获惊喜。如果说真要去流量，那么每次洗粉过程真的该筛一筛了。对此，你又是怎么看的呢？快乐就是，就像和那个什么差不多，快乐就像。